當着老媽的面連哄帶騙，偷偷摸摸的斷捨離第11天，這是我見過最有才、最勇敢的粉絲姐姐。昨天已經把這個堆積如山的房間清理出去了一大車，才只收拾了這麼一個角落，把它從這樣變成了這樣，還清空了一個大衣櫃。今天準備收拾這個角落，有2個衣櫃，還有一個沙發，上面堆的全是衣服。先從门後邊這個櫃子開始吧，要不然進出的時候太不方便了，門都打不開。這個小的衣櫃裡面上下掛的全都是褲子，昨天已經清出去了7、80条，這些也準備給它清理掉一大半。這一堆都是好多年以前不穿的，掛到衣櫃裡面，現在穿的沒有地方放，都堆在外邊。粉絲姐說都給它處理了，這個大衣櫃也不要了，先暫時給它往裡挪一挪，下午扔東西的时候再往外拿。現在要是拿到外邊去被阿姨发现了，那就扔不成了。不要的直接装垃圾袋裡面，留下來的就掛進櫃子裡。然後清理门口這堆書，粉絲姐說把這一摞給阿姨留下來，其他2摞就都不要了。我說用不用挑一挑，有沒有那種比较好的書，別到時候再誤扔出去了。粉絲姐說不用挑，這一堆幾乎都是阿姨從拼夕夕上買回來的，都可便宜了。這本和那些名著的書都在書櫃裡呢，這2摞就都不要了，直接給它裝箱子裡面，等着卖廢品。我看昨天在某個平台上有個人這麼留言的：鞋不是什麼好鞋，衣服不是什麼好衣服，書也不是什麼好書。粉絲姐姐也一直在跟我說，阿姨買的这些衣服、鞋還有書啥的，包括那些吃的都很便宜，就是她都不認可。前幾天扔的那些吃的，她認為都是一些垃圾食品，不能入口。他不讓阿姨買這些東西，給阿姨談過好多次也不好用，他該買還是買。後來才知道阿姨這是心理上有了一點小毛病，因為焦慮去擔心一些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而去囤東西，就各種往家買，不管能用上不能用上，能吃不能吃，反正就是往家囤。書不要了，這個架子也給他拆了。像阿姨他們這樣，應該就是享受購物的那個過程，還有就是东西到家的那個安全感吧。在這還翻出來一個新鍋，粉粉姐說不要了，根本也用不上，他們常用的就是廚房那幾個，已經都扔出去好多個新鍋了。這個被得給阿姨留着，這幾個小包也是阿姨買回來的，粉粉姐說都不要了，她說從來都沒有看阿姨背過，這包都是舊衣服了，找到一個同色同款的2件。別看阿姨愛買新衣服，但是這些舊的她也不捨得往外丟。這個箱裡面都是一些新的，早上也沒發現呀，等粉絲姐醒了以後再問她是要還是不要吧。我每天早上到這以後，我倆基本上先溝通一下要收拾的地方哪些是要的，哪些是不要的。這些床品和睡衣是留下來的，直接裝到整理箱裡。這個箱裡面幾乎都是夏天鋪的床單，都不要了。粉絲姐說就沒看她媽鋪過，還送了她幾床，感覺鋪上睡覺一點都不舒服。這個椅子給它收起來，拿到倉庫去，開始收拾這個大衣櫃了。這裡面的衣服都是好多年不動的，可以直接扔掉。這個閣層裡邊就亂七八糟的，放的啥都有了，新的毛巾，還有幾包封口袋，這幾個小包，這一堆衣服，就留了這幾個地墊，其他的全都扔掉了。粉絲姐姐給她老媽斷捨離真的是相當的徹底了。只要是她覺得這個東西在家裡面用不上，或者是有多餘的，肯定是要往外扔。就是不讓它在這個家裡面存在，就像這個毛巾一樣，放了好多年了都，而且材質也不好，擦個水拖個地的都不好使，就全都扔出去了。也是想着通過這次整理，讓他老爸老媽的生活步入正軌，別再像以前那樣像生活在垃圾堆裡面。一些小被和毛毯都不要了。前2天收拾小仓庫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个是云南中的牙膏，今天又找出来几盒，還真是全都過期了，都給它扔了。要不說現在買東西得好好看清楚了再買呢，不管啥賣的好的，就是跟它長得像的或者名字像的就出來了，有那些不認真看的就買錯了。大衣櫃裡掛的衣服，粉絲姐就挑出來一件，抽屜裡這些包啥的就都不要了。翻翻看看裡面有沒有東西，還真翻出來了幾毛錢。這次收拾屋，這個衣服兜還有書啥的幾乎都沒怎麼翻過。粉絲姐說阿姨他們沒有這個習慣藏錢，重要的東西都在固定的地方放着呢，這也少幹不少活，要不然這麼多衣服和書都翻的話也挺費時間的。下午1點粉絲姐起來了，我讓她看這個箱裡的衣服，她說這些全都不要了，這裡幾乎都是新的，睡裙、羊毛衫啥的，還有同款的好幾件。看了半天，粉絲姐姐是一件都沒留，全讓我給扔出去了。
吃完中午飯以後，開始收拾這個沙發上的。沙發上疊的這些有一大半都是新的，都是買回來以後做飯那個大姐給她洗完了疊在這裡的。那些得需要一件一件去挑了，粉絲姐在那挑着，我把留下這些衣服給她疊起來。以前收拾屋基本上都是全扔完了，最後2天再整理收納。這一次收拾屬於是一邊扔一邊整理的，這些都是大叔的衣服。到目前為止發現大叔的衣服還真不多，一共就裝了這幾個整理箱，其他的全都是阿姨的。我看到昨天有個評論說，阿姨為啥只給她自己買，不給叔叔買？其實阿姨也買，你像昨天的鞋裡邊扔的好多都是大叔的。听粉絲姐說，阿姨買的衣服和鞋叔叔都不穿，所以後來阿姨就不買了，只買她自己的。趁着阿姨睡覺的功夫，先把這些装好的給她拿到外邊來。这些都是些舊衣服，放外邊丟了也不怕，書就暫時放到裡邊。從昨天到今天，阿姨的衣服总共留了2個刮区了，真的可以說是扔掉了99%了。這一大堆全都是不要的。装了整整的5大包，用床单包的这個一包就趕上2個黑塑料袋了，也就是說剛才的那一堆衣服又裝了8袋。這個時候阿姨都已經醒了，粉絲姐姐站在阿姨的門口跟她說話擋着，然後我往外拿，這一天老好玩了。有些東西偷偷的扔了，阿姨真的不知道，但是你要是被她看見了，就說這個東西不能扔，我還要留着幹什麼用呢，反正是都有用。我就沒發現阿姨主動往外扔過啥東西，就收拾那點地方又扔出來這麼多。樓道裡還有一個櫃子沒拿出來呢，給收廢品那個大兄弟打電話讓他過來拉，他今天太忙了沒過來，讓別人來替他拉的。這堆書賣了46塊錢，衣服他不收就讓他免費拉走了。我跟粉絲姐說平台上有收衣服的，他嫌麻煩不弄了，他說都給收废品這個大兄弟，讓他處理吧，他能捐就捐，能賣就賣，能送人的話更好。第一趟只把衣服拉走了，又回来了一趟拉的這個櫃子。這個房間就留1個大衣櫃，然後掛阿姨夏天的那些裙子，像這些不經常穿的外套、床品、被啥的，就給它装到整理箱裡面，放到儲藏間的架子上。到時候阿姨問她屋裡的衣服都哪去的時候，粉絲姐就說了，都在整理箱裡裝着呢。這也是為什麼這次一邊扔一邊整理的原因吧。一邊扔一邊整理，它就是慢不少。今天一小天又幹了這點活，明天接着收拾，又扔出去了一大堆。